OK，我们观众可能都知道，我们做很多 Limia 申请，包括 Limia 的工签，然后呢，但是其实呢，我们也做很多 IMP 的工签项目，IMP 工签呢就是 International Mobility Program，这个是 IRCC 直接自己管理的一个工签项目，就是说它不会通过劳工部办理 Limia 这些东西，因此呢，它是免 Limia 的工签。那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创业移民的 SUV 工签，包括那种包括 C10、C11、12这种呃高管工签，或者是 ICT 这种公司内部转移的工签，或者是 KUSMA 这种就是自贸协议下面的一些很多工签呢，他们都是免 limit 的。这些工签呢就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 IRCC 呢有时候会直接联系雇主去进行 employer inspection，其实就是类似于合规性的检查。嗯，这个呢是一个跟进性的，就是说通常比如说员工去上班以后呢，就可能会被抽检到。通常检查呢要么就是被举报了，或者是说随机 random 的抽检到了之类的这种情况。那要么就是电话去跟雇主联系，要么就是跟公司HR 联系，要么就是直接上门，有可能呢是会发一个电子的邮件沟通，或者邮寄一个表格沟通，就是说他会发一个 form，让申请人呢去来填写，这里面的申请人呢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公司，就是 employer 会填写这个 Annex A。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Annex A 里面的一些信息。所以呢，如果您是一个考虑办 IMP 工签的企业，或者是说你们办过这类的工签，这个信息对你们一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这个 Annex A 呢，就是 IMP IMP 雇主合规检查表。它其实呢，也就是3、4页的一个信息表格。目前呢，我们遇到过2个版本，然后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个 attachment，那个一个是3页的版本，一个4页的版本，信息都差不多，我们就简单的带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呃情况。然后呢，如果对于您的企业或者是说你作为 HR，你们公司遇到了以后呢，就是你可能有一个参考，或者是说你提前大概了解这些情况，对于你们公司确保合规呢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表格呢，第一页呢主要的信息就是海外劳工的一些信息，foreign worker 的情况，比如说他的姓名啊，然后是否已经在职啊，还有就是他开始工作的时间段，从什么到什么时候。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企业的信息，公司 legal name 啊，然后呢 operating name 啊，然后 CRA number 这些的。inspection period 呢，这个通常是 IRCC 自己会填的，就是说 IRCC 会来告诉雇主或者是这个企业说，我要来检查你这个员工从时间段 A 到 B 这段时间，你们是否合规。嗯，然后后面那些呢，就是对于劳工条件的一些 yes or no 的一些问题的检查，就是比如说他是否在他工签上的工作地点上班。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发现很多 HR 都会忽略掉的，或者是不管企业大小规模吧。呃，就是公司呢，如果招聘 IMP 工签的话呢，他必须在给员工提供就是就是 IMP 项目Know Your Rights，就是 KYR 这个文件，也就是说，对于海外劳工说，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益。所以呢，通常呢，公司是要给这些员工提供他们的就是一个 IRCC 自己的。这个在他们网站上也有，就是这个 pamphlet 就是一个文件。那通常呢，如果对于企业来说，就是可能放在办公室比较显眼的位置，或者直接就发放给员工。嗯，这个是需要提前注意的，这个也是我们遇到帮很多企业做合规检查的时候遇到他们会经常忽略的一个因素。嗯，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工作期间，就是说他的就是那个工作语言是否有歧视，还有就是比如说，嗯，工作期间呢，你们的企业是不是就是 actively in business 的？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因素，你就是不能空壳公司去招人。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企业是否有确保没有违反其他的政府相关规定的这些合规性的问题。剩下的一些因素呢，就是会问到关于工作岗位的，就是比如说你提供的工作岗位是否和办理work permit 这个工签上面的这些信息保持一致。比如说就会让你做一些工作职责的描述啊，然后呢工作时间呢、工作地点呢等等这些因素。然后还有就是工作小时的这些基本信息。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的一些基本信息。然后剩下的一些呢，就是包括员工的权益，比如说 vacation 呢，然后呢 insurance 这些，其实只要确保和自己提供的 job offer 条件一致，通常就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 abuse free workplace。那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些现存的已经有了一些 rules 或者是那种什么 handbook 这种，对吧？就是公司那种规章制度，就说我们类似于员工守则一样的，就是说要确保怎么样做到一个没有 labor abuse，或者是说同事之间的这个或者公司企业的这种职场霸凌这种情况的
这些手册。那对于小一点的企业呢，可能会说哦，我们其实并没有这些东西啊。这样子呢，就建议呢，如果申请考虑做 IMP 工签的公司呢，其实是可以提前准备好这些规章制度的文档的。这对于规范的公司管理，还有就是确保企业工签这些项目的合规是有很大的帮助的。